观众朋友，大家好！北京2008奥运会呢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相信那气势恢宏的开幕式以及各种精彩的赛事，一定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武术也被首次列入到这次奥运会比赛的项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这次奥运会武术比赛的指定裁判，那他就是肖斌生先生。您好，肖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那么您呢是亲临这次奥运会的比赛现场了，那么是有什么这个特别的经历，或者是给您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呢？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是的，这次我是应北京奥运会组织委员会国际武术联合会的邀请，以国际技术官员的身份到北京参加奥运会武术比赛的裁判工作。这次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是北京的经济实力的强大。哦，是这样。还有它的这个严密高效的组织能力。无论是大事小事，像大到开幕式、闭幕式，小到交通，还有生活食宿上的安排，他们都安排得非常的周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像比如我从温哥华机场 check in 行李开始，那么机场的服务员就将我的行李挂上了印有奥运专用行李的红色标签，这样当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呢，我们的行李就会第一个出来，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服务。是的。那么当飞机到达北京以后，我们一下飞机，这个奥运的志愿者呢就已经等候在门口了。那他们将这个北京奥组委早已经制作好的我们的个人的这个身份证，就是 ID 卡，交到我们的手上。那这次北京奥运会呢，对各国的官员、技术官员、运动员、教练员，可以说是给予了很高的一个礼遇。那么我们可以走这个奥运专用的通道啊，进行快速的通关。那么出了海关以后呢，我们坐上了这个奥运会这个组委会准备的专车，那么离开了机场。那么一路上给我感觉最大的呢，就是北京这个的空气质素是确实改善了，是不是也有所提高了，是吗？对对，可以看见蓝天了。那么呼吸也畅顺了。那么再有一点呢，是大家很清楚，就是北京的这个交通问题，对，一向都是很严重的。对。那么这一次呢，他们讲这个行车线，拿出一条专门运用这个奥运来专用的这样一个专用行车线。那么行车线上画有这个奥运的五环，写的这个奥运专用干线。那么像我们通常从机场到酒店，以前呢要用大概1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一次我们大概只用了30分钟。真的非常方便快捷。是，所以一路上也可以感觉到这个奥运的气氛，到处是彩旗飘扬啊。那么奥运的宣传，这个比方说那个口号啊，什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啊，各种这个树木花草，那非常的浓厚。这一次奥运比赛呢，一共有28个大项目，302个小项目，有运动员呢，1万多人。是这样。加上教练员、各国的官员，还有比方各国的媒体记者，再来观看的这个游客，对。还有这个北京当地的民众，所以这么众多的人当中，他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安排得这么有条理，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是。那么像您这个作为北美洲唯一的一个北京奥组委指定的裁判，还有这个叫做国际武术联合会的这样一个指定的裁判，这个资格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取得的哈。那您是怎样取得这样的一个资格的呢？那么这个我是5岁的开始习武，那么从青少年队到专业队，
然后从专业队进入国家武术队。哦。再由之后呢，就考入了北京体育大学武术系，专攻武术专业。哦，从小就与武术结缘，一直到现在。没错。那么毕业以后呢，我又回到了中国国家武术队担任教练工作。在这个期间呢，我也多次的参加这个全国的武术套路比赛散打比赛的裁判工作。一直到了这个温哥华移民温哥华以后。这个我也经常的参加本地的全家的，还有国际的赛事，担任裁判长的工作。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我经过理论，还有技术演练的考试，还有实际操作的考试，那么通过了国际武术裁判资格。认证哈。认证。对了。然后到了2004年的时候呢，我又取得了国际武术联合会国际最高级别的国际武术裁判资格。那么这一次呢，我能这个作为北京奥组委国际武联指定的裁判，我觉得十分的荣幸。是。因为作为一个体育工作者，这个无论是教练员也好，运动员也好，能够参加奥运会。这是我们的梦想。没错。那么，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讲呢，也是对我过去做运动员生涯和30年教练员生涯的一个肯定。没错。也是对我今后工作的一个鞭策和鼓励。是。那么您来到温哥华以后呢，好像也没有放弃这个对武术的这种热爱，还这个进行了一些开班啊、授课呀。是不是还有一个武馆？是，我在这有我的这个在90年的时候，已经开办了我自己的武馆，中华武术健身学院。那么我们武馆呢，有不同的年龄的阶层，不同年龄的学员，小到4、5岁的，大到60、70岁、70、80岁都有。那么我们有不同的课程在里边，有少年儿童的武术班，有中老年人的这个太极气功班，也有这个用来强身健体、防身自卫的一些散打、擒拿，这些实用的班级。那么也看得出来，肖老师啊，对我们这个中华武术的这种热爱。而且呢，在这个温哥华这块这个土地上呢，还能够普及中华的这种文化、传统的文化，也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那么这次到北京参加这个奥运会啊，裁判的这一些工作是不是也是非常这个繁琐复杂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是，这个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裁判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我这次呢，主要是担任的武术套路比赛的裁判。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体操还有花样滑冰的项目都非常的很熟悉，是吧？那么武术的这个比赛呢，这个评判，跟他们有类似的地方。那么我们每一场比赛呢，有9名裁判，加上1名裁判长。每9名裁判当中又分 A、B、C 组。是这样。A 组里边3名裁判 ，B 组3名裁判 ，C 组3名裁判。A 组呢，主要负责的是运动员在动作质量上的评分。B 组裁判员呢，主要负责的是运动员在他的演练水平的评分。C 组裁判呢，主要是对运动员动作难度的确认。这样。那么 A 组裁判呢，就是这个分值呢是占5分，B 组呢是占3分，C 组是占2分，总共加起来呢，满分最高分是10分。是这样。那么像 A 组裁判负责这个运动员的动作质量，和其他的错误。那么动作质量就好像说，比方说我们大家也熟悉，一般来讲说扎马，扎马它有一个规定的要求，比方扎马要蹲平，马步。对了，要把这个腿蹲平。如果你没有蹲平，高了，那你动作质量就要扣分了。
那么滑雪说要你腰要挺直，你腰前倾了，超过一定的度数也要扣分。哦，这样的严格要求啊。对。那么像如果你所谓其他的错误呢，就是说，比方你在做平衡的动作的时候，要求你站得很稳。那么如果你移动了，这个也不行，也要扣分了。哦。那么对 A 组的裁判来讲呢，你就要发现了错误之后，你就要在3秒钟之内，这个进行打点。哦，要非常快速的。对，非常快速的打点。这个我们每一个裁判，裁判桌前都有一个操作的仪器。那么你发现了错误，要马上打点。当这个运动员比赛一结束以后，你打点之后结束以后，你还要输进你所打的点的这个编码。输进编码之后，每一组裁判有3名裁判员。那么如果像 A 组的裁判，其中2个裁判员，他们的意见一致，你的这个所裁的这个动作就成立了。哦，这样。那么这次这个北京奥运会的这个武术比赛情况怎么样？我们加拿大队又如何呢？成绩怎么样？这次北京奥运会这个可以说是武术比赛是很精彩的啊，因为都是各国选拔出来的优秀的选手，是去年2007年北京好运北京2007年世界武术锦标赛当中选拔出来的。那么中国是武术发源地，没错，它是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啊。那么当然，它自然囊括了3/5的金牌数量。哦，是这样哈，这理所应当的了，是吧？是。那么像俄罗斯还有中国香港也都取得了金牌。哦。另外，在这个亚洲的，比方说马来西亚、印尼、日本、越南，这个还有中华台北、中国澳门这些国家和地区呢，他们也都成绩非常不错，也都取得了前3名的成绩。所以我们加拿大呢，有3名选手取得了这次参赛的资格。3名选手都是女性的。哦，他们都是一些这个华裔啊，还是说还是西人啊？其中2位华裔，1位是西人。哦。那么我们加拿大呢，最好的成绩是，女子棍术和刀术全能比赛的第4名。哦，也不错啊，全能比赛是吧？全能比赛，对，是非常好的。那非常好的成绩了。非常好的成绩了。还有一个就是女子长拳比赛的第5名。这个都会有这个很好的发展的啊。是，他们都是很有发展、很有前途的，很有前途、很有潜力的。是。那么好，也非常感谢这个肖老师呢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大家谈了很多关于这个武术比赛的一些情况。